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气味解码。这项研究来自西北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等机构，研究者运用超高精度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，核心问题是香与臭是否用同一套神经编码。早期梨状皮层和杏仁核存在负面偏好，眶额皮层将好坏信号统一转化为重要性，这样就能在饥饿或危险时灵活权衡决策。研究论文发表在《自然通讯》期刊上，它揭示了嗅觉背后分合有度的神经编码策略。闻到咖啡或垃圾时，你的反应瞬间完成，但对大脑而言，这背后藏着复杂的谜题。香与臭究竟是同一个连续标尺的两端吗？还是两套完全独立的加密神经语言？日常经验中，好闻难闻引发截然不同的行为。靠近美食与逃避危险是两种生存本能，大脑将这两种对立信号编码正是核心问题。这需要精细实验设计来揭示背后的真相。科学研究通常用两个核心维度来衡量气味。第一个是效价，描述气味有多好闻或多难闻。效价是一条从负到正的连续直线。第二个是显著性，衡量气味的重要程度或强度。显著性曲线呈 U 型，两端高，中间低，极香或极臭的气味显著性都很高，而中性气味的显著性则几乎降为0。这两个维度是后续实验设计的理论基础。科学界曾假设气味愉悦度是单一连续体，好闻与难闻只是同一条线上的不同刻度，但人类面对美食时的靠近与危险时的逃避截然不同。现实矛盾提示大脑可能采用更复杂的编码策略。研究团队由此提出全新假说：早期嗅觉区域将香与臭分为两条独立轨道，高级认知区域再将它们汇流整合为统一信号。这一假说挑战了传统的单一维度认知框架。为验证分离假说，研究团队构建了超高精度 fMRI 数据集。他们招募了3位人类被试进行长时程深度扫描，每位被试接受了长达18小时的核磁扫描，这一时长是常规实验的数十倍以上。实验使用了160种单分子纯净气味物质，每位被试完成了超过4300次气味测试。海量数据赋予了前所未有的统计威力，为验证气味加工的分离假说奠定了数据基础。气味分子进入鼻腔，信号依次访问4个核心站点。第一站是梨状皮层，它是嗅觉的主处理中心。第二站是杏仁核，负责本能情绪与警报反应。第三站是眶额皮层，主管气味价值与意义判断。最后一站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，整合价值信号。这4个区域构成从初级到高级的加工链。研究人员后续在这些区域进行解码分析，该解剖路线为分离编码假说奠定基础。研究人员引入机器学习来解码大脑中的气味信号，他们使用多体速模式分析捕捉脑区整体激活图。这种方法不依赖单个脑细胞，而是扫描体速矩阵。接着 AI 会在模式中寻找对应气味的神经指纹，最后仅凭血流变化就能预测气味愉悦程度。支持向量回归，帮助模型从大量数据中学习规律。这项技术将 fMRI 数据转化为可量化的解码结果，它为分离编码假说提供了分析方法基础。初步解码结果显示， AI 在4个核心脑区都成功预测了气味愉悦度。这4个区域包括梨状皮层、杏仁核、眶额皮层和腹内侧前额叶。柱状图显示，所有区域的解码准确率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。无论气味是好闻还是难闻， AI 都能准确预测其效价和显著性。这表明愉悦度信息并非局限于单一脑区，而是分散在多处，它几乎遍布整个嗅觉与前额叶的神经网络。但这种整体成功还不能证明好与坏使用相同的神经代码。为此，研究人员需要进一步检验香与臭是否被区别对待。总体愉悦度解码成功并不代表问题已解决。真正的疑问在于好闻与难闻是否共用神经代码。为此，研究人员将数据分为2个独立通道，粉色通道仅含好闻气味的训练样本，蓝色通道仅含难闻气味的训练样本。2个通道分别训练支持向量回归模型。这种分离训练能检验神经模式是否可互换，交叉验证将判定大脑是否使用2套语言。在梨状皮层和杏仁核 ，AI 预测难闻气味准确率更高。柱状图里，难闻的蓝色柱子远高于好闻的粉色柱子。早期大脑对潜在危险会调动更多神经资源，
难闻气味常关联毒素腐败物，需要快速逃避反应。相反，好闻气味并没有获得类似的优先处理通道，这就是早期嗅觉区所谓的负面偏好现象。这个结果印证早期处理中好闻与难闻路径分离。这种偏好只在梨状皮层与杏仁核中显著。交叉解码是验证编码是否分离的终极方法。训练阶段让模型只学习好闻气味的神经密码，测试阶段强迫模型解读难闻气味的神经信号。若模型仍能准确预测，则说明共用一套语言；若模型彻底失效，则证明是两套独立语言。训练与测试数据完全分离，保证了测试严格性。这项技术能揭示早期脑区是否分开处理气味，它为理解大脑编码香与臭提供了严谨的框架。交叉解码在梨状皮层和杏仁核中彻底失败。AI 完全无法读懂难闻气味的神经信号，准确率直接降至0甚至更低。这意味着好闻与难闻是两套独立语言，它们不仅在数值上不相关，神经激活模式也完全不重叠。早期大脑根本没有共享的通用密码，这种分离为快速避险提供了生物学基础。在眶额皮层处，交叉解码的结果完全不同。这里解码虽然成功，但预测值却低于0。这个低于0的预测值隐藏着关键数学含义，它表明 OFC 并不关心气味是好是坏，而是将极度好闻与极度难闻归为一类，把它们统一翻译成通用的显著性指标。显著性代表气味的重要程度，而非效价。这种整合让大脑在复杂环境中灵活决策，借助超长扫描时间获得极高分辨率。研究人员据此精确定位了气味整合功能中枢。前额叶皮层范围广阔且结构极其复杂，但并非整个腹内侧前额叶都承担此角色。这种转化将好坏气味统一为重要性指标，主要集中在眶额皮层的一个特定亚区。该亚区及第11区独立完成整合。该发现为神经调控提供了精准的解剖靶点。气味信号的分离机制其实在鼻腔里就已注定。不同气味受体映射到嗅球中特定的嗅小球。杏仁核保留了这种原始硬连线的物理隔离输入，这种隔离确保闻到毒气腐肉，瞬间触发本能逃避。这是进化赋予的快速避险机制，无需大脑思考。早期大脑采用两套独立语言，源于这种物理隔离。分离编码让逃避反应不需要逻辑推理，直接执行。这种分离机制确保了生存反应的高效与可靠。早期大脑触发本能反射，前额叶负责灵活决策。环境往往复杂多变，气味信号可能相互矛盾。比如食物闻起来有点怪，但人已经非常饥饿。大脑需要在生存需求与潜在危险间权衡。眶额皮层将分离香臭信号转为统一显著性指标。这个指标只反映气味的重要程度，无关好恶。这样大脑就能在不同感官和需求间灵活计算，最终做出适应环境与需求的明智选择。信息转化采用双层架构，早期与高级各司其职。编码机制上，早期分离编码，高级整合编码。输出信号方面，早期传递效价及好与坏，高级区域则输出显著性及绝对重要程度。行为功能上，早期触发本能，高级则灵活决策。交叉解码测试中，早期解码失败，语言独立，高级区域则成功解码，形成通用语言。这种双层架构完美平衡了本能与灵活决策。过去研究认为，连续编码源于扫描分辨率不足。短时扫描在体素层面混淆了不同神经元集群，低分辨率图像无法区分杏仁核的分离编码。本研究采用单人18小时极限扫描，获得极高分辨率。超高分辨率终于揭示杏仁核内隐藏的分离式密码。这一突破解释了过去结论源于分辨率不足。足够的分辨率是看清分离编码的关键条件，只有极限扫描才能让真实编码机制浮现出来。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是终极价值转换器，它将名画、金钱、花香全都统一编码。视觉与神经经济学也发现了类似规律。不同领域的研究均发现了通用货币法则。前额叶将感官信号抽象为可计算价值，大脑由此能在不同选择间进行灵活权衡。这种机制支持跨模态的价值比较与灵活决策。它解释了人对截然不同事物给出统一评价。气味从物理输入到行为输出，经历4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鼻腔中化学分子结构的输入。第二阶段，梨状皮层与杏仁核执行绝对隔离，这里好闻与难闻被编码为分离效价代码。第三阶段，眶额皮层区域11整合价值。
它将双向效价整合为统一的显著性代码。第4阶段，输出适应环境的灵活行为决策。整个管道体现了感官到抉择的分级转化。研究总结出3条核心结论，揭示气味编码机制。早期嗅觉皮层将香与臭独立分类处理，这种物理隔离保证了本能的快速避险反应。前额叶皮层的第11区执行数学合并操作，它将独立的好恶信号转化为显著性维度。大脑通过分离与整合2种策略串联工作，分离机制负责触发先天本能反应，整合机制支持灵活的价值决策与权衡。该研究揭示大脑分层处理气味愉悦度核心机制。早期嗅觉区分离编码香与臭，前额叶再整合为重要性。超长扫描高分辨率是发现分离编码关键突破。该分合架构不限于嗅觉，也适用于其他感官价值。它解释大脑如何平衡本能与灵活决策的矛盾。研究团队计划扩大样本量，验证跨物种的普遍性，未来用行为实验测试模型在真实场景的适用性。该成果已正式发表于《自然通讯》2026年。大脑的艺术在于将绝对感官信号转化为灵活抉择。